周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变，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变。作为国际社会积极向上、建设性力量，金砖国家应该坚定信念，直面风浪，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倡导民主自由，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片面追求自身安全，只会造成新的矛盾和风险。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我前不久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金砖国家要加强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协调，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相互尊重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发展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面对当前各种风险挑战，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5国要同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交流，增进理解互信，拉紧合作纽带，加深利益交融，让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让进步的力量越聚越强，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做出更大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周三应约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通电话。杨洁篪强调，美方若执意打台湾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被问及何为危险境地，周四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屡次在台湾问题上违背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方应该把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停止借涉台问题搞政治操弄，搞以台制华。据新华社报道，杨洁篪在与沙利文的通话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就中美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要切实落实好。近期，双方在两军、气变、卫生、农业等领域开展了一些对话，这是有益的，对话势头应保持下去。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美方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有力应对。美方应当言行一致，将相关承诺落实到具体政策和行动中去，与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多做建设性的事，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对深圳卫视表示，对于如何塑造中美关系，双方是有广泛共识的。中美元首今年3月视频通话中，拜登总统提到4不一无益，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但美方却并非言出必行，所以此次杨洁篪在与沙利文通话时用到了坚决反对、有力应对这样的表述，是以一种非常严肃的方式提醒美方。那在强调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的共识的时候，美方以一种摘樱桃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既与中方保持高层级之间的这种比较频繁的沟通，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美方往往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中国，甚至呢要中国为美方的一些利益埋单。而在这种自私的设置之下，我们会看到的是，美方是利用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而非真正的以一种良性的方式来塑造、来影响中美关系。所以对这一点，对于美方的一系列的企图，我们当然是看得很清楚，但同样也是坚决反对的。杨洁篪还在通话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美方多次明确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但近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实际行动与表态大相径庭，如美方执意打台湾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严守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必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我们说到做到。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外界对于中美关系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其中的台湾问题涉及到了多轮答问。那今天就有外媒记者就其中危险境地这一表述提问，赵立坚在回应时重申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并且敦促美方的部分官员把拜登总统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屡次试图打台湾牌，在台湾问题上违背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方此举危害中美关系，也危害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赵立坚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中方认为，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发生了误判。美国认为对中国来进行施压，包括搅动中国内政，是在美国某种程度必须在欧洲方面进行投入的同时，不忽视亚太方面大国竞争的一种必然的手段。所以，从杨洁篪的表态当中，尤其是涉及到台湾问题当中，是希望美国保持清醒，是希望美国看到在打台湾牌的时候，美国可能会承受的成本。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最近又在台湾问题上搞切香肠式的挑衅，再次逼近中国底线。美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吉尔代近日叫嚣，美国必须向台当局出售足够的军火，让台军得到适当的训练，让台湾通过军事威慑做好应对大陆潜在侵略的准备。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对此回应指出，美方一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边又渲染所谓大陆侵略台湾威胁，一边表示不支持台独，一边又从国务院网站上删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独等表述。美方这种自相矛盾的行径，不能不令人质疑美方声称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严肃性、有效性。背信弃义不仅损害自身的形象，也将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台湾问题上违背承诺，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美方还与台当局相互勾连，意图帮助台湾拓宽所谓国际空间。今年的世卫大会将于22号举行，台湾地区未收到邀请函。美国总统拜登上周签署法案，指示国务卿协助台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周三发布的消息，国务卿布林肯强烈倡议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指出，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借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任何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美国近一时期在台湾问题上的不断的动作，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不断推展的，希望在区域内形成更多的合力。对中国围堵的时候，台湾这张牌要越打越重，而并非呢要把它放下。所以基于几种误判，现在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的这种动作是越来越大的。中国释放出的信息，这是我们的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美国触及的话，中方必然要进行一系列的反制行动，要坚决的捍卫国家利益。所以美国不要打错算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杨洁篪应约与沙利文通话的同一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与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了视频会晤。王毅表示，当务之急是要重点做好3件事，其中就包括及时排除干扰因素。王毅点出，近期日方在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消极动向凸显。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周四发文指，中方表态的背景就是美日试图勾结对付中国，而且最近不断发出风声，包括在涉台问题上，这显然触犯了中国的红线，中国必然要亮明立场。应该说，这是作为一个重要的邻国，中国给日本的善意的提醒。那同时呢，中国注意到的是，近一时期日美在很多问题上形成合流。当然，在涉台的问题上，这一次当拜登访问日本的过程当中，此前日方已经释放出信号，所谓的要并列的提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这样的一种新的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逼近的动向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必须要提醒日本，要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而非呢被他人带节奏，为他人火中取栗，付出代价。当地时间周四，美国总统拜登将启程开启其任内首次亚洲之行，目的地是韩国和日本。
白宫表示，拜登此行是希望展示，即使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美国也对亚太地区保持重视。拜登此次的重点是持续推进其印太战略。外界预计，拜登此行少不了联合美国盟友拿中国说事。对此，中国外交部周四再次强调，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该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应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当地时间周三，白宫举行吹风会，介绍拜登首次亚洲行的具体日程安排。5月21号，他将与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5月22号，拜登将前往日本。5月23号，他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晤。岸田文雄去年10月正式上台，此后两人虽然曾举行视频会晤，且在多边场合会面，但这将是两人首次线下双边会晤。访日期间，拜登将于5月24号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领导人召开会议，这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第2次线下首脑峰会。拜登去年1月上任，时隔16月才对亚洲展开访问。作为美国总统，他的首次亚洲行显然推迟了许多，同时也打破了传统上先日本后韩国的模式。相比之下，美国前两任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均是在上台10个月后就到访亚洲。分析指出，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无疑是阻碍拜登出访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僵持不下的俄乌冲突也吸引了美方大量的关注。对此，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白宫吹风会上特别指出，拜登此次亚洲行是希望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President Biden has rallied the free world in defense of Ukraine, but he also intends to seize this moment, this pivotal moment, to assert bold and confident American leadership.In another vital region of the world, the Indo-Pacific.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安排，包括韩国新总统的这个想要和美国加强合作的这个构想，是否能够100%的实现呢？我觉得不大可能。在具体运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韩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其实对韩国并不利。还有一点呢，就是韩美围绕着战时指挥权的这个纷争到目前也没有化解，因此呢，韩美之间的这些固有的矛盾，并会由于尹锡悦上台说几句要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就消失了，而这些分歧呢，也会牵制到这个美韩同盟的这个进一步的加强。朝鲜问题被认为是拜登和尹锡悦首次元首会谈的热点议题。韩国国家安保室第1次长金泰孝周三表示，在韩美元首单独会谈中，双方将首先谈论加强稳固、有效的延伸威慑力的行动计划。拜登上台以来，没有系统地展示过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不过，随着此次亚洲行的启动，未来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或将进一步明晰。韩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韩国防长李钟燮周三首次同美国防长奥斯汀通电话。韩联社报道称，两国防长一致认为，半岛等地区局势严峻，美韩开展紧密合作比任何时期都要重要。据悉，两国防长还就韩美联合实兵演习等同盟事务和维持联防态势的方案进行协商。美国国防部在双方通话后发布新闻稿称，奥斯汀重申了对韩国提供坚固防御支持的承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也对此作出回应。Our intelligence does reflect the genuin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will be either a further missile test, including long-range missile test, or a nuclear test, or frankly both, in the days leading into, on, or after the president's trip to the region. We are preparing for all contingencies,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such a provocation would occur while we are in Korea or in Japan. We are coordinating closely with our allies in both Korea and Japan on this. 周四上午，美国空军一架 RC-135S 监察机从驻日美军冲绳加手纳基地起飞后，现身韩国以东的日本海上空。该机专门用于探测和追踪弹道导弹，其配备的电子光学传感器能远程追踪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据悉，该侦察机飞临朝鲜半岛是为了监视朝鲜射弹动向。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也有意借着韩国新政府上台和半岛局势紧张的契机，再次尝试整合美日韩三边同盟。据美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汉周四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高南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美日韩三边合作方案进行讨论。另据日本经济新闻周四报道，
美日韩三国防长正在协调于6月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会谈。如果实现，这将是美日韩三国防长时隔约2年半重启面对面会谈。日本方面也试图借拜登此次亚洲行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据日本经济新闻周3称，美日政府已开始就下周1在东京举行的领导人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的措辞进行协调。声明将明确提出一项合作政策，妄图要遏制和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日本 NHK 电视台则报道称，日美双方将达成不允许在任何地区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共识，确定两国加强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的政策方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3就表示，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总统亚洲行展现，西方及其亚洲盟友与中国对抗时不会被分裂和削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4回应指出，中方正密切关注有关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的消息。此外，下周2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第2次线下峰会，也是拜登此次亚洲行的重头戏。据悉，拜登将会在会上强调在新冠疫苗、人道主义援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气候、空间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近年来，美日印澳4边机制动作频频，暴露出极强的针对性，被认为是美国联合盟友深化同中国的对抗。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3与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视频会晤时特别提到，日方即将主办4方安全对话峰会。王毅强调，美国领导人还未成型，所谓日美联手对抗中国的论调就已甚嚣尘上，搞得乌烟瘴气。他特别提醒，日美是同盟关系，中日则缔结有和平友好条约。日美双边关系不应挑动阵营对抗，更不应损害中方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拜登此次亚洲行的另一大看点就是将在访日期间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以加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度。美国希望借助印太经济框架与中国脱钩，拉拢其他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合围，将中国排除出地区贸易体系。分析认为，各方对印太经济框架细节仍不清楚，而且美国表明不会降低关税，也让希望扩大对美出口的亚洲各国难以看到好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2透露，拜登将在访日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商务部正牵头就印太经济框架进行谈判，重点放在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败等领域。美国政府还努力将数字问题纳入谈判议题，例如数据本地化和跨境数据流动。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在去年10月的东亚峰会上提出的构想，希望以此填补美国在特朗普时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后让出的空间。外交官杂志报道，尽管拜登去年就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的概念，但其一直是个空架子，区内盟友也不信任这个框架真的能带来益处，而拜登此行正是希望为这个框架加上血肉。印太经济框架和所谓印太战略如出一辙，都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处处针对中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这一新型经济框架包括协调出口管制，以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则公开宣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日前在接受日媒采访时，更是脱口而出，印太经济框架拒绝中国加入。美国要推出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它的主要目的，我想还是为了这个排挤中国。那么它的这个目的呢，我觉得很难达到。其实，因为这个亚太区域中的这个经济合作机制其实已经很完善了。为了显示对美国的支持，日韩对印太经济框架给予积极回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下周1举行的美日领导人会谈上，表明日本有意参加印太经济框架。而韩国总统办公室周3表示，尹锡悦下周2将以视频连线形式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宣告印太经济框架成立的峰会。韩联社称，韩国总统尹锡悦很可能在周6的美韩领导人会谈上向拜登表明积极支持与加入的意愿。不过，日韩媒体担心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果和造成的负面影响。日本共同社称，印太经济框架并不讨论下调关税，对期待扩大对美出口的亚洲各国而言，难以看到好处。以该框架为跳板，力争使美国回归 TPP 的日本将面临艰难抉择。韩联社评论报道称，印太经济框架具有将中国挤出全球供应链的反华联盟性质，因此，韩国今后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将成为尹锡悦面临的一大课题。
而韩国国家安全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周三就在记者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韩国已决定加入的印太经济框架不排斥中国。韩中正在就自贸协定的后续谈判进行协调沟通。分析认为，这一明显与美方高官表态不一致的说法，显示韩方在印太经济框架与对华经贸合作上的矛盾心态。因为中国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第一大制造大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韩实际上是离不开中国的这种经贸关系的，也离不开中国这个市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尽管如果日本、韩国加入这个印太经济结构，会对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呢，我估计，并不会达到像美国设想的那样大的程度。周四，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在亚洲之行期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以及韩日表示加入，中方作出回应。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围绕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争夺正激烈展开。中国已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同时，中日韩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也已生效。而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并未涉及亚洲各国要求的市场开放，要构建抗衡中国的经济圈仍面临很高的门槛。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作为接受美国要求的高水平规则的交换，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却有限。实际上，拜登政府计划以行政措施，而非需要国会批准的传统贸易协定的形式推行印太经济框架，意味着拜登政府无法向参与国提供任何包括增加市场准入、修改法律等在内的其他让步。路透社的消息称，东盟的大多数成员国并不会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初始成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不少东盟国家担心美国在框架中的索取远多于付出，更质疑框架是为实现美国自身利益的政治操弄，而不是真心实意的经济合作倡议。一个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的影响力，中国的这个在产业链中的这个位置，以及中国市场的这个潜力的巨大，因此呢，这些国家不会完全跟着美国来和中国对着干，或者说和中国脱钩，我想是不大可能，因为这样做并不利于他们的国家的利益。因此呢，我想他们会权衡利弊，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倡议，可能是会采取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吧。实际上，美国国内对于印太经济框架前景也并不看好。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新框架缺乏实质内容。美国学者泽奈勒·加西亚在外交学者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把亚太地区重新界定为印太地区的做法，因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政策而受到削弱。所谓印太战略，没有考虑到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缺乏真正的贸易政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表示，总统拜登将在这次亚洲行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您对此如何看？毫无疑问，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这次亚洲行的重头戏。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美国在推行印太战略过程当中面临的一块短板。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以来，无论是奥巴马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与拜登接力推行的印太战略，都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内的动静非常大，但是在经济领域内却基本上是毫无建树。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印太战略始终立不起来，因为它的3条支撑腿只支起来2条，也就是政治和军事，但是经济那条腿这始终是软的。相反，美国印太战略的短板却成为了中国的强项。中国不仅在经贸上跟印太地区国家，甚至是跟美国的盟友打得火热，甚至还推动了并参与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种现象的出现，就导致了印太地区的相关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友，在面对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时候，始终是3心2意，瞻前顾后。那么根据我个人观察，跟过去美国牵头成立的 TPP
以及后来日本牵头成立的 CPTPP 相比，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有着这么2个鲜明的特色。其一是，无论是 TPP 还是 CPTPP， 虽然它们都名为区域经济协定，但是却打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排挤中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歧视。而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却没有了这方面的要求和内容。我认为拜登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一种改变，是因为 TPP 与 CPTPP 中的人权色彩与意识形态条款在歧视与排挤中国的同时，也歧视与排挤了印太地区很多在美国看来并不民主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不利于美国在经济上建立围堵中国的统一阵线的。因此拜登政府干脆图穷匕见，直接宣布只排挤中国一个国家。那么其二是，在排挤中国的同时，对于印太地区其余想加入的国家，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却是异常的包容与灵活。它在内容上分为了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与减碳、税收与反腐4大板块，并允许区内的相关国家可以选择加入其中的任意一个板块。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把区内相关国家都给容纳进来。那在您看来，拜登政府即将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又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也就是在拜登即将访问日本，出席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峰会，并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之前，不仅中国外长王毅先后跟日本与韩国外长通了电话，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也应约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通了电话。这显然是为了抢在拜登即将进行亚洲之行之前，跟相关国家打招呼，要求相关国家不得因此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过，虽然拜登此行的重头戏是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但是无论是王毅还是杨洁篪，在跟相关国家沟通的时候，似乎都对此视而不见，而仅仅是将焦点集中在了意识形态与安全领域，要求相关国家不得趁机干涉中国的内政，损害中国的主权与安全，尤其是不能插手介入台湾问题。那么中方对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漠不关心，这究竟是疏忽还是有意而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又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中方应该是故意的，原因就在于中方并不惧怕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因为第一，跟当年奥巴马推出的 TPP 不同的是，拜登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并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与背书。这个也就意味着，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以及国会参众两院的共识，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除掉。要知道，当年获得了国会批准的 TPP 都被特朗普给废除了，而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更加有可能被拜登的继任者所废除。那么第二，至少从目前已经公布的内容来看，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还是一只无牙的老虎。在这个框架中，美方并没有对有意入会的国家放宽市场准入，这显然又是为了照顾拜登以及民主党的票源，也就是美国的劳工阶层。而没有放宽市场准入，也就意味着对印太国家的吸引力相对是有限的。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过去4天，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投降的乌军总人数已达1700多人。俄罗斯副总理还透露，俄军已经开始装备 S-500防空导弹系统和激光武器系统。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最高拉达提交了再次延长战时状态的法案。俄国防部周4表示，过去24小时又有771名乌方人员走出亚速钢铁厂投降。自周一以来，此地投降的乌方人员已达1730名。接下来，俄方将对这些投降人员进行审讯和甄别。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些俘虏中也有外国雇佣兵，可能表面上看他们与乌克兰军人没有区别。因此，俄方的审讯重点除了将这些人识别出来，还包括了解乌武装人员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军事勾连情况。我觉得这个大鱼主要就是他强调的一些高级的北约官员啊，然后有的是列出了名字，有可能是带这个将军军衔的，可能是在这个体系里是担任重要的职务的啊，有些可能还会引致会不会有些和这个政界人士直接相关的，当然就是美西方的政界人士直接相关的，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信息啊，但是都未被证实啊。另据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透露，俄军已经开始接收并装备 S-500防空导弹系统。就在上个月，俄罗斯金刚石安泰公司总经理曾表示 ，S-500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系统已经投入量产。该系统将在规定时间内列装部队。此外，鲍里索夫还表示，俄军在特别行动中动用了新一代军用激光系统群信者。据悉，俄军现有的佩雷斯维特激光系统能够致盲敌人的设备，而功率更强的寻信者则能基于热破坏原理烧毁敌人的设备。将这种激光系统投入使用，能够减少俄军现役铠甲、道尔防空系统的导弹消耗。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基辅实际上已经退出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则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交了再次延长战时状态的法案。今年2月2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法案实施为期30天的战时状态，并随后分别于3月和4月2次延长战时状态。当前的战时状态将于5月25号到期。在战场上不能得到的，在谈判桌上也永远不可能得到，所以其实双方也是还在不断的摸索。我觉得就是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妥协的那么一个点，达到这个点之后，可能双方才会有下一步的这个谈判的行动。芬兰和瑞典周三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正在各方以为两国将要快速加入的时候，杀出2位程咬金：土耳其和克罗地亚。这2个北约国家为何此时冒着得罪美国及一众盟国的风险出来说不？这还要从北约长期对这2个国家实施双标，甚至经济、政治和军事压迫说起。芬兰和瑞典周三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正式向北约提交入约的书面申请。北约秘书长为此还专门举办了一个仪式，对2国表示欢迎。随后，北约召开闭门的成员国大使会议。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会议未能就启动芬瑞2国的正式成员资格谈判达成共识。外界注意到，除了此前就提出强烈反对的土耳其，此次克罗地亚也加入反对一方。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周三透露，他下令该国常驻北约代表阻止芬瑞入约。他表示，北约不应该在此时来一场将改变欧洲安全格局的危险赌博。他这一辈子都在目睹北约的扩张，北约应该适可而止。米拉诺维奇此前曾表示，除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选举法可以照顾到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族，且法律得到公正修订，否则克罗地亚议会不会准许任何国家加入北约。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土耳其才是真正的程咬金。因为随着芬瑞入约程序的推进，土耳其的态度也日渐强硬。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也表示，1个月前他在通话中还得到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方面的保证，称支持芬兰加入北约。但近几天，土方的态度完全变了。Cadus tane teröristi istedik, vermeyiz dediler. Siz teröristleri bize vermeyeceksiniz, ama bizden kalkıp NATO üyeliğini isteyeceksiniz. NATO bir güvenlik oluşumudur, bir güvenlik teşkilatıdır. Dolayısıyla bu güvenlik teşkilatını güvenlikten yoksun hale getirmeye biz evet diyemeyiz. 争取解决一系列美西方对土耳其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打压的问题。北约实行的是全体一致的这种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成员国都要表态，每个成员国都要阐述自己的主张啊。北欧的国家啊，就是芬兰和瑞典，它其实实施长期对土耳其实施相反的一些措施啊，所以土耳其通过这次来利用这样的一种入约的这个机会啊，提高自己的政治和外交的收益啊。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土耳其将针对芬瑞入约提出10项条件。彭博社援引3位土耳其政府匿名官员的话称，除了要求芬瑞公开谴责反土耳其政府的居轮运动，由于向俄罗斯购买 S-400而招致美西方一系列制裁必须终结，包括欧盟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限制。
美方将土方踢出 F-35战机项目且拒不退款。此外，土方还希望购买几十架美国产 F-16战机，并对现有机型进行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华盛顿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会晤。恰武什奥卢透露，会谈十分正面。布林肯已经向他保证，华盛顿将传递必要的讯息，以解决土耳其的担忧。周三的大使会议没能达成有效成果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作出妥协。他声称，土耳其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为了实现快速入约的目标，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瑞典首相安德松周四将访问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芬瑞两国此举打破了数十年来北欧的外交和防务格局，放弃了军事中立。遇到阻力后，两国寄希望于北约的龙头老大美国的鼎力支持。那么现在中立国的转向有一种舆论的导向和社会的导向，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导这个体系可能更有这种合理性了。那么从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收益。那么第二大的收益就是地缘上的收益，就是以往美国是很难介入，尤其是在北部的地区，就是特别是俄罗斯这个北部的地区。但是瑞典和这个芬兰有个特殊的，这个就是离北极很近啊，几乎就是本身有在本极圈里的领土。对于北约来讲，它能够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压这个方向，它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的。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三发声明，对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表示大力支持，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申请。拜登还承诺，在两国申请过程中与之合作，对共同安全的任何威胁保持警惕，及对两国提供军事保护。That both the leader of Finland and Sweden are coming to see me on Thursday.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okay. 有记者问及是否有信心说服土耳其放弃阻挠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拜登表示问题不大。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芬兰和瑞典可以加入北约，但乌克兰却不行？虽然与法国和德国的强烈反对有关，但美国在乌克兰入约问题上的态度也是不冷不热。分析认为，自2014年以来，俄乌冲突一直没有消停，北约对乌克兰的大门看起来半掩半开，但实际上乌克兰是无法敲开这扇门的。因为一旦北约接纳乌克兰，就意味着向俄罗斯宣战，而芬瑞目前与俄方处于和平状态，却意外利用原本为乌克兰设定的快速入约程序叩门，北约则立即开门。而此前加入的东欧国家军事力量较弱，芬瑞则不同，或许还将产生示范效应，吸引更多国家申请入约。乌克兰现在还处于战事嘛，它不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啊。它在做这样的一些入约的这些事情的话，其实相当于激化了这种战事，也更激化了俄罗斯和美西方的这种矛盾啊。现在这种状况其实既是实质上的形成了实质上的这种对抗，但是在形式上来讲双方也没有完全的我们说这个撕破脸去直接的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芬瑞两国都提出不允许北约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瑞典还禁止北约在其境内设立永久基地，希望以此来避免刺激俄方做出过激反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不错私交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上周六曾致电对方，提前告知芬兰将递交加入北约申请的决定。他形容普京的反应为冷静，但外界普遍认为北约北扩不可能让俄罗斯淡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三就表示，俄罗斯对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的回应将是惊喜，一切都将由俄罗斯军事部门来决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最后战事已落幕，俄军宣称有过千名乌军据守士兵放下武器，您对此如何看呢？那么您对俄乌东部会战有什么样的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虽然俄乌都已经通报，在亚速钢铁厂深达6层的地下隧道工事内，可能呢还有困守的士兵在，但是呢普遍估计人数相当有限。那么这些最后困守者，他们是不是能够及时了解外部的情况，恐怕现在都要打上问号。所以这些最后的困守者，他们交枪走出隧道，恐怕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双方没有主动选择与作为，那么恐怕战事呢还将会持久化。那么这无论对乌克兰、对俄罗斯乃至对外部世界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一旦军事行动化，对俄乌双方意味着什么？有哪些严重后果？那么俄乌冲突现在呢已经持续近3个月，如果继续打下去，而且呢要实现俄方的目标，俄军投入到乌东的现有的军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且不说英国国防部所谓俄军在乌战力消耗退出已经达到1/3，这样的一个战损评估，它靠不靠谱？那么俄方到底还有没有进一步对乌增兵的腾挪空间呢？如果这个常规的战事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俄方会动用大杀伤武器吗？而且俄罗斯当下面对的外部战略环境，显然呢比军事行动之前更加凶险、更加严峻。美国对北约东线这个增兵已然常态化，那么北约北扩也已经是箭在弦上。战争状态之下，乌克兰政府要维持运行，每月至少需要70亿美元。战争每多打一天，乌克兰的国家战损账本就会又多出一串天文数字。甚至俄乌冲突的高昂代价也并不只是这2个交战国在承受，飞涨的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不用说了。那么就在昨天，联合国粮农组织再度发出警告，如果包括马里乌波尔在内的乌南部港口继续被封锁，那么乌克兰粮食运不出去，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口粮危机将会进一步的加剧。美国总统拜登周4在白宫会见芬瑞2国领导人，这2个国家昨天已联合提出加入北约的书面申请，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俄乌军事冲突代价惊人，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损，符合2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呢，悲催的是，能否停火止战，并不取决于这2个当事国的抉择。美国战略学界不是在叫嚷要不惜打到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吗？《华盛顿邮报》的知名国际事务观察员伊格纳修斯，他呢也在最新的专栏文章中呼吁，要锁定俄乌冲突的胜果。美国必须利用这一段大国博弈的最新的窗口期，要加速出招，要加速布局。伊格纳修斯在专栏标题中这样描述大国博弈的心态是 ：U.S. and allies up, Russia down， 美西方升，俄罗斯降。那么，拜登在白宫会见芬瑞2国的领导人，是他开启总统任内亚洲首访前的最后一场外交活动。他的信号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作为北约老大发号施令，要全力支持这2个欧洲国家加入北约。那么过去这一周，瑞芬2国申请加入北约可以说按下了快进键。就在2国递交书面申请的当天，瑞典防长周3走进五角大楼和美防长奥斯汀会晤。瑞方就宣称，美方已经向瑞典提供安全保证，在瑞典加入北约之前的这一段过渡期，美方将会有包括海军舰艇巡航波罗的海、空军轰炸机飞航瑞典所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陆军和瑞军进行联合训练等等一系列的行动安排。所以我还是坚持之前的判断，尽管北约内常规军力排到第2的土耳其方面对北约北扩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土方的反对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并不作数。在北约最后话事的而且只有美国这1个国家。而且呢，在我看来，土耳其的反对也只是姿态性的，他意在争取外交筹码。昨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土耳其外长，美方呢显然是要就此来做工作。所以俄罗斯注定要面对更加抵近、军力更强、成员更多的北约。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